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来。我明天呢就又要开始出差了，刚好在出发前，我收到了一个出差神器，来自联想小新的最新款的 Pad Pro 2代。我不知道现在用这种平板电脑的朋友还多不多啊？就很多人开玩笑说，这个平板电脑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盖泡面。就实际上我自己这2年，其实这个平板电脑用的还蛮多的。熟悉我的朋友知道，我这2年会去玩一些露营相关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我去年底冬天经常就在外面烧这个柴火炉玩，这种时候呢，我都会带一个 Pad， 就是我手里这一台联想的 Pad Pro 1代产品。可以看到面积不小，一个12.7寸的屏幕尺寸，可以立在桌上。我平时露营，我就会带它一台。我们一边露营没事的时候，第一可以看个视频，第二呢，我还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音响来直接使用就直接在里面点开 Apple Music 之类的 App 放音乐就可以。可以看到这次这个2代的 Pad Pro， 它这个包装显得非常的年轻化。大家知道联想小新这个品类或者是品牌，它其实更多是很有这种青春感的，性价比很高的这种产品线。包装还是比较简洁，里面所有东西我都已经取出来了。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本体，这是一个全金属的外壳，然后也是一个家族式的双拼的背面的花色。我手里这个是灰色，还有一个绿色的版本，我觉得颜值确实都非常不错。再看一下它别的配件相关的说明书，3包凭证。最神奇的，它还有一个卡针。因为我手里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 WiFi 版本，它其实上面也有一个卡托，可以用来装 TF 卡来扩充你的内部存储。还有我觉得比较良心的是，它有配一个45瓦的充电头，一个 Type C 的，所以这台机器它最高充电功率能到45瓦，对于一个平板来说还是非常快速的了。OK， 我左手边的呢是1代，右手边呢是2代。刚好都是一个灰色，可以看到这个整体设计的这个语言还是差不多的。2代呢，把这个 logo 移到中心更大一点，然后这个镜头模组看着要大一点，颜值还是高一些，整体差别不大，尺寸也差不多。正面的区别那就大了。我这次呢拿到的这个2代的 Pad Pro， 它叫做一个舒适版。这个呢就是他们2代最新的一个用了 AG 屏幕工艺。我左右转动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1代是一个非常光滑的表面，它的反光非常明显，而且很容易沾指纹。这次拿到这个2代不一样了，它这个 AG 工艺表面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这种雾面或者是磨砂质感。它的这个光线一方面抗眩光反射会比较少，另外一个我刚试了一下，确实比较不容易沾指纹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舒适，而且晚上看画面真的是特别的舒服。这块12.7寸的大屏幕拥有这个2944×1840的分辨率，刷新率是高达144赫兹，G3的广色域，视觉效果真的是不错，而且也是带了 DC 的调光，支持了杜比世界、HDR、JBL 的4扬声器系统，支持了杜比音效以及 Iris 的这种认证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我之前露营真的是很喜欢带它出去，就立在桌子旁边，甚至放在地上，用它来放一些音乐，那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比一般小的蓝牙音响效果都还要好。性能方面，它用了天玑的8300芯片，算是一个中高端的运算芯片，搭配了 LPDDR5X 的高速内存，UFS 4.0的快速存储。我也用这个大屏幕来试了一下我自己平时有玩的这个手机游戏，这个视觉的效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这么大块屏幕，最担心的肯定就是续航。这台 Pad 呢，内置了10200毫安时的电池，配合这个45瓦的快充，能用蛮长的时间，回血也快。待机的话，可以将近待机80天的样子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了。所以你比如说坐飞机看视频，或者是晚上睡觉前刷一会儿电视剧，都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它短短60分钟就可以充到差不多80%的电量，这么大的电池已经算是非常快速了。好了，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娱乐部分，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 ，Pad 也是一个生产力工具。像我这儿同时一起到手的，还有专门给这个 Pad Pro 用的磁吸键盘、支架、手写笔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完整形态真的很像是一台笔记本电脑。而且我刚才留意到，就是说这个键盘很方便，就这样，咔嗒。磁吸，
磁吸上去了以后，它会提示你需要调整到一个电脑模式了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它这会儿的整个这个桌面呢，还有包括这个任务栏，全都是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脑模式的状态。这个是真的很有这个生产力工具的感觉。同时呢，是一个可折叠的支架，手写笔也是可以磁吸在背后。整套出门还是非常的轻便，肯定比你带一个笔记本电脑要方便不少。我这会儿是把这个磁吸键盘放到了这个 Pad Pro 上面，可以看到这个桌面真的很像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笔记本电脑。我这会儿呢打开了一个便签，由于这个触摸板是真的跟笔记本一模一样，而且你去按它真的是有段落感，这感觉真的特别好，不是那种普通的没感觉的键盘。我来试一下输入文字的感觉。我觉得非常顺手，真的像这个笔记本电脑一样。你打点文字，然后写点稿子，不管你在高铁还是飞机上，有个这个东西，真的算是生产力工具了。而且这个键盘本身，它其实也是一个防护的皮套。来看，我用完了以后，就只需要往上一扣，这边的支架往下一拿，简简单单就带出门了。配套的这个联想手写笔感觉也不错，特别是配合这次这个 AG 屏幕，有一种在纸上书写的感觉。非常的顺滑，而且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力度。上面有一个按键，你在这个 PPT 的时候还可以当成一个遥控按键来使用。我觉得有一支笔，这个对于一个 Pad 来说，确实也算是一个生产力工具。大家知道这个 AI 功能是最新设备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联想也有自己的 AI 功能，它叫做联想小天，虽然现在只是一个 beta 版本啊。我也问了一些它很有意思的问题，比如说我问他帮我做一个在成都的这个旅游攻略，他就给了我一堆的行程规划，还比较准确，特别有意思。比如说第一天，他让我可以感受一下城市文化与历史啊，去下春熙路呀、太古里大慈寺。下午逛一下宽窄巷子，逛完宽窄巷子来魁星楼街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工作室这条街，漫步品尝当地美食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，真的还是蛮细致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联想小天的 AI 功能还可以帮你做总结呀、文本的润色呀、继续写文章呀，甚至也可以帮你翻译各种文本。联想这个超级互联的功能，它可以实现你的这个电脑、平板、手机的一个深度融合，而且是可以跨设备来操作这个应用，互相之间也可以实现文件的快速互传，甚至还可以多屏幕协同工作。这个功能我现在还来不及使用，后面呢我会一一来进行一个尝试。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联想小型 Pad Pro 今天的一个简单开箱和致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把它留在我的身边，陪我一起出差，让我感受一下它还有什么更多功能，到时候再来和大家分享。OK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